在上世纪的80年代，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有一家游戏厅成为了一个科幻噩梦，有许多玩家在那里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头痛、心脏病、上瘾、癫痫、中风等症状。然而，这一切竟然归咎于一款居心不良的游戏街机，名字叫做波利比乌斯。有人说这是政府用来控制思维的工具，在给人们洗脑。然而，这个游戏街机从出现到消失，仅只存在了1个月。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和正正一起来探究一下这款波利比乌斯的游戏究竟是一场骗局，还是真实存在的阴谋论呢？在1980年代初，波特兰作为新街机游戏的测试市场，随便进入一家常见的游戏厅，就可以看到正在测试的游戏，有的只有临时标题，有的甚至连临时标题都没有。在那个时候，电子游戏厅被认为是最脏乱差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人吸毒，还有非法赌博的团伙。在1981年的时候，神秘的波利比乌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没有人在意过这款新游戏，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名字的黑色盒子。从外表来看，这台机子并没有什么异样，只有一个按钮和一个操控摇杆。游戏画面很怪异，有点抽象的风格，里面都是几何图案和五颜六色的形状。当然了，这款游戏的节奏也是很快的，所以当人们真正玩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会上瘾。因为街机游戏成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波利比乌斯这款游戏似乎并不是什么善类，玩家总是会在玩完后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偏头痛等症状，甚至癫痫发作也是常有的情况。据说更严重的是，有玩家连续玩了几天之后直接自杀或者神秘失踪了。有不少人还亲眼见到过前来维修波利比乌斯这台街机的人非常奇怪，他们穿着黑色的西装，一副很神秘的样子，而且他们对于机器上的零钱根本不感兴趣，只想收集里面的数据。于是乎，这个波利比乌斯的传说越来越邪乎，有许多人都纷纷猜测这是一项政府的秘密研究实验，玩家都是不知情的小白鼠。美国政府要用这个游戏来测试青少年的心理素质和身体敏捷性，从而可以作为招募士兵的一种方法。而玩家玩完这个游戏后引起的不适，则被解释为波利比乌斯可能成为美国中情局的洗脑工具，所以受害者会引起癫痫发作或脑动脉瘤等不良反应，类似于 MK Ultra 计划。可能有小伙伴听说过这个计划，这是美国中情局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实验之一。这场残酷的实验面向了毫无知情的美国人，为了研究大脑的潜能控制，不惜使用各种化学、生物和放射性的方法，包括药物催眠、剥夺睡眠测试、电击、辱骂等酷刑，来控制人的精神状态和大脑机能。他们不在乎实验过程，只需要数据，受试者越多越随机，数据也就更多更全面，简直就是丧心病狂。难怪波利比乌斯的出现会让人立马联想到这个生物痛觉的实验，难不成这个游戏还真的就是 MK Ultra 计划的一部分吗？然而根据资料显示，早在1973年的时候，所有 MK Ultra 计划的相关文件资料就已经被销毁了，正式停止实验。此后民间只流传了少量的记录，虽然记录可以清除，但扭曲的人性实验必然会成为黑暗当中的都市传说，永远流传下去。然而波利比乌斯的出现，会不会又是这种思想控制实验卷土重来了呢？就当人们怀疑波利比乌斯的居心叵测，对他产生恐惧的这段时期，事情又有了巨大的转折，他竟然神秘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在街头，这让一众青少年都炸开了锅啊！这又是在搞什么鬼呢？然而人们议论的焦点也只能逐渐从游戏本身开始转向围绕着游戏发生的怪事。当时传得最沸沸扬扬的是在1981年的10月份，一位叫做鲍比·费尔德斯坦的男孩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失踪当天，他曾经在小巷子里面玩波利比乌斯。随着他对游戏的深入了解，鲍比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大脑不受控制，意识开始变得混乱，他很害怕，于是决定回家。然而在回家的路上，鲍比的大脑就出现了敲击的声音，情况越来越糟，他好像看到了一群神秘人，没过多久他就昏了过去。然而当他再次醒来，鲍比发现自己在地下深处，全身无法动弹。此时一个血肉模糊的男孩走近了他，给他松了绑，还带领他一起穿出了隧道。鲍比说感觉自己被跟踪了。当他们走出隧道的时候，身边的男孩也就消失不见了。此时的鲍比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森林深处，距离波特兰的家足足有60英里。最终鲍比成功回到了家，但当他和朋友们解释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所有的人都觉得太扯了，不敢相信他。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面，鲍比经常步行游览波特兰，还常常试图说服别人，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可怕的故事，但似乎都收效甚微，逐渐被人们严重怀疑了他精神状况有问题。但是如果只有鲍比的记忆出现了偏差，那可能只是单个现象。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发誓自己曾经因为玩波利比乌斯的游戏而深受其害，甚至当时身边都
带着1、2个同样玩过的朋友以此求证。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群体记忆出现了偏差，还是说这个波利比乌斯游戏真的会让一部分人类的记忆被篡改呢？说到这，郑不禁想起了曼德拉效应。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效应，记忆在偏差可以从单个现象转移到集体现象，造成集体记忆偏差。在2010年的时候，有位超自然现象爱好者发现自己记忆当中南非总统曼德拉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在监狱当中死亡了，但实际上曼德拉不仅没有去世，还当上了总统，直至2013年才逝世。然而不仅只有他，还有数千人都表示自己也有这段错误的记忆。因此关于波利比乌斯，有一部分人相信整件事情都是骗局，它根本没有存在过，只是宣传者为了骗取流量的一种方式。还有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这是个真实存在的游戏，会影响玩家的行为。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游戏确实成功了，因为这样的营销宣传而被这么多人记住。那这件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波利比乌斯的故事最早是出现在2000年的2月6日的街机游戏资源网站 coinop.org 中添加的标题条目。尽管在这个网站上标注了波利比乌斯是始于1998年的，但由于缺少输入导致数据库错误，所以人们就默认了这个传说的时间是在1998年，而发行的版权日期则为1981年。但关于这个游戏的其他信息则都被列为未知。而在2003年9月的时候 ，coinop.org 的所有者库尔特·科勒向视频游戏杂志 GamePro 提交了有关波利比乌斯的消息。随后，这个游戏就出现在 GamePro 当中，作为一个名字叫做《秘密与谎言的故事》中的一个电子游戏环节。就在这个时候，才把这个都市传说暴露于大众市场的。那关于这个波利比乌斯为何会使一众青少年出现不适感，甚至要自杀的行为呢？这就得看看这款游戏的时代背景了。波利比乌斯声称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出现的。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年代的街机厅到底有多疯狂呢？除了遍地的赌博吸毒之外，青少年可以为了游戏在街机厅血战28个小时，就是为了刷新一款名叫小行星的街机游戏的世界纪录。然而最后竟因为胃痛被送往医院，而类似的因为游戏成瘾而被送往医院的比比皆是。我想不只是波利比乌斯吧，在那个时候只要是台街机，可能都会有这种状况的出现。所以在发生多起街机厅事故之后，联邦调查局就突袭了该地区的多家街机厅，为的只是调查这些街机厅的赌博吸毒行为和记录每款游戏里面的最高分数据，从而当作调查青少年街机厅成瘾的绝对证据。所以说那一代人口中的黑衣人是否就是这些调查人员的事实，也就大致可以理解了。那波利比乌斯突然消失又是怎么解释呢？其实与其说它消失，不如说它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1983年的街机厅有一款名叫 Cube Quest 的游戏，它是一款具有超现实视觉效果的射击游戏。因为它是通过激光光盘播放的，所以制作方面的效果就远远超过了当时比较传统的游戏。但是由于激光光盘很容易在街机当中因为读取问题发生故障，所以会经常对其进行维护。在维护的过程当中，街机厅就会在短期内移除这款游戏，所以相对应对它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当时的那代人声称玩过或者看到过波利比乌斯的人，实际上可能就是在回忆 Cube Quest 这款游戏。那么真相大白喽，其实到底有没有波利比乌斯这款游戏已经不重要了，都市传说很精彩就行。不过此时此刻，我想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款游戏，我相信你们也想去尝试一下到底有多魔性，是吧？那在2016年的时候 PS4 推出了一款名叫波利比乌斯的游戏，并支持 PSVR。 虽然这款波利比乌斯和当年的肯定不一样，但是创作者的灵感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个都市传说，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行去探究一下。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在现实生活中，电子游戏确实会让人们上瘾，甚至会导致死亡。政府也干过这样控制大脑的实验，互联网骗局也都层出不穷。就像波利比乌斯的都市传说，有些人有些事，不管你是否愿意相信，它都不会有明确的答案，最终会成为一个神话，口口流传下去。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做得不错的话，或者喜欢我做的内容，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吧。